雨之，裴行君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不要我了吗？小姐，你放肆！你这疯妇还不快松手！放手！雨之，是我婉婉了。你忘记我们的海誓山盟了吗？你曾说过会非我不娶，如今我庄家遭难，你便装作不认识我了吗？投下一颗炸弹，果然真灵。裴行君，书中权倾朝野的女强惨女主，修天子，革新政，短短几年变成了帝王小子，同心不一，到当朝帝师，监掌刑部，权势滔天，是书中最强的男人，几天前欲自失，现在可是我抱紧大腿的唯一警官，对不起了裴行君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你这是一出，我庄王非定这狗皮膏药，不让你爽都爽。小姐。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啊！小姐，小姐，你醒了，娘还以为你吓死我了，小姐。哎呀，小美人儿，香。冲入教皇司，是不是我昨晚吐槽里的那篇小说啊？我是那个开局的小人物，我同名同姓的炮灰配装完，我这是分手。老天，你玩我呀！我一个美食博主，你让我地狱开局，女主这炮灰你狗都不做，我做的这是炮灰女配，以血反杀，想让我跟原主一样抄家，假装私被原属，最后惨死，做梦！娘，我们得逃。我们两个弱女子能逃到哪里去啊？而且，外面全是官兵，闪出者格杀无论。你爹在朝堂上得罪了人，只是要让我们庄家有无翻身之日啊！得罪了谁？你爹多次上书弹劾帝师裴行君，专权跋扈，一定是他。哦，庄家竟还有个这么绝色的小姐！来人，给我把她带走！想到我女儿就从我的身体上踏过去！贱人，你以为自己还是御史夫人？就凭你，也敢阻拦本官？小心你只是单程格杀，我王子的被砍画面，一次失忆的传闻。庄大人，我劝你，现在最好把裴行君裴大人请过来。裴大人，庄小姐，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吧？裴大人日理万机，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是，小女子人微言轻，但周大人不要忘了，我爹是御史中丞，若是误了裴大人的事，这后果您担当得起吗？去禀告裴大人，就说庄家小姐有要事求见。是。放开！我不放，我死也不放。那就去死！玉芝，你怎能这般对我？难道是因为我父亲弹劾过你，你还记恨？可你明明说过你不在意的，还许诺我。住口！玉芝，你若忘了我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我倒不如现在就随了你的愿，死在你面前。小姐，
乱处理出来是秀才，不行，必须化被动为主动。玉芝，若此生不死，难道你真的要让我去那教坊司受尽折辱，让你我之情沦为天下笑柄吗？既然一心求死，何须犹豫？本官成全。操！差点忘了这男主是个疯批，不能硬扛，大不了你死，赌一把。小姐，我自知是罪臣之女，连累了你的名声。你想与我撇清关系是人之常情，可你不该这般任人折磨羞辱于我。也罢，能死在你手里也好。只盼君日后官途坦荡，一生顺遂，不要后悔。婉儿。大人，这是子虚乌有。玉芝，你在月下亲口说你会永远护着婉婉的，所以你还是舍不得我死的，对不对？你贵为帝师，连我们的昔日之情都不敢承认，你还是男人吗？莫非你以前真为人家姑娘好qua？雨之，谁准你这样唤我的？谁叫你这么说的？那个人就是你啊！玉芝，无数个夜晚，我们在月下相会，以为我念蒹葭苍苍，说我就是你求之不得的伊人，唤我为小心肝，说我就是你的娇娇婉儿。难道这些甜言蜜语、海誓山盟，都是你虚情假意哄骗我的？我操！用力过猛了，好像有点仰过头了。裴行君，你回答我呀！裴行君，今日你若当着众宾客的面说一句你从未对我真心，你但凡绝情一句，从今往后我就不会纠缠你半分。我现在就跟他们去教坊司，绝无怨言。你这人倒是懂得拿捏人心，这小野猫爪子锋利的很。徐文造10万年，就看这个疯批接不接招了。大人，属下奉命抄家，这时辰……周大人，你既已奉皇命，执行便是，还来问我？不管你背后是谁，既然你执意要演这一出深情不渝的戏，我就帮你搭台子，看到最后是谁扒下谁的皮。大人，庄小姐还要送去教坊司吗？屁！没看到刚刚裴大人的眼神吗？这庄家小姐八成就是裴大人私下的相好，你找死，别拉着本官啊！哎，所幸啊，刚刚没有犯下什么大错。这风光霁月的帝师，并非传闻中的不近女色，私下竟还是个情圣。什么小心肝儿、娇娇，这么肉麻，本官都喊不出口。
可是大人，咱们受人所托，如何纠缠呀？人呢，是裴大人亲自拦下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如实禀报就是。你和庄府小姐真有私情？一番漏洞百出的胡诌，你难道听不出来？我还以为你被美人计迷晕了，这般拙劣的演技，连我都能识破。你既早已看出，为何还放他进府？为何还任由他胡乱攀扯？这都不像你。他知道我的名字，天下人都知道你的名字。庄姑娘知道你真实身份。我现在怀疑你们俩真有一腿。够了。是狐狸，总会露出尾巴的。只要把他留在身边，就能弄清楚他究竟想干什么。所以你才传令下去，接庄小姐入府。就说裴某体恤故人，需要把她留在身边，悉心照料。小姐，裴府来人说奉裴大人之命来接您过府。这么快？婉儿，你和娘说实话，你和裴大人……娘，我胡总，我是利用他遇刺失忆，无从查证，才兵行险招。小姐，你这是与虎谋皮啊！裴行君是何等人物，岂能轻易的被糊弄？他接你入府，分明是不信你啊！娘担心你这不是避祸，而是跳了火坑。他如此手段之人，你日后又如何逃脱？娘，留在外面才是死路一条。入裴府，我们才有一线生机。母亲放心，女儿自会让他相信的。话说，那是3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，我出门游玩，进了马车，风神俊朗的雨之从天而降，解救了我。雨之看到我的仙姿羽毛后，对我一见倾心。无数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他都会翻墙与我私会，还承诺说会爱我、护我，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娘，你不妨把这个故事添油加醋，不经意的让府里的人传得人尽皆知即可。报，大人，庄府眼线传来消息，3年前庄小姐金马是您英雄救美，自此一见倾心，您常与她月下相会，还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此事庄府上下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好一个一见倾心，还翻墙作诗，甜言蜜语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这么离谱，你也当真？3年前，我们从贺州返京，途中的确遇到了庄府受惊的马车，说什么那位女子的确是庄大人府上的。回大人，沈大人所言属实，当时确实收了谢礼。庄小姐便是连你的本名都知晓，该不会你跟她真的有什么吧？如若不然，那便就是她的背后之人，对我们的过去了如指掌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更可疑。啊，庄姑娘若是看到你这副无情的模样，怕是要心痛死了呀！你什么时候脑子变得这么蠢？放他入府就不怕养虎为患？虎不过是一只略有些锋利爪子的小野猫而已。你传令下去，无论接下来他要什么都满足他。本官倒要看看他这般演戏所求究竟为何。是。这院子收拾的仓促，庄姑娘可以将就住下。若有什么需要，明日告知老奴即可。
有劳管家。这是初七和15，是我家大人特意拨来服侍您的。哟，派了2个人来监视我，看来他根本就想过我。不过本小姐是来当白月光诛杀制的，自然怎么骄纵怎么来，怎么不受气呢？初七15，这个名字太难听了，我不喜欢。你以后叫惊蛰，你叫立夏。庄姑娘，奴婢之名乃是大人所赐。我以后就是裴府的当家主母，是你们的主子，主子赐名天经地义。若是不悦，门就在那里，赶紧的，快走！可是，奴婢惊蛰，谢姑娘赐名。奴婢立夏。这才乖嘛。哎，我饿了，去给我备点吃食啊！要4菜1汤，有荤有素，最好还能来点饭后甜点。是，姑娘稍后。一个沉稳，一个莽撞，裴行区派来，倒也不是无懈可击。面子功夫做的十足，里子却全是试探。也好，刚好让我把这个白月光的人设做实。看，他还能飞更高呢！这眼神，杀意未消。雨之，你来了，我们一起放风筝吧。你以前跟我说过，我是风筝，你是线，无论我飞多远，你总能把我拉回你身边。这么喜欢被线附着，想吓退我？姑奶奶，我在现代好歹也是阅片无数的，这点小 case 难不倒我。雨之若小，何须借物相扶？婉婉随时奉陪。雨之，今晚我等你啊！哼，小样，跟我斗还差点。这位庄小姐，是你裴府如自家后院，吃得好嘛，睡得香，又是喂鱼，又是放风筝的，好不惬意。这般有恃无恐，若非确有其事，那便就是胆色过人。你该不会真的忘记了？确有图谋失真。庄家已经被我们查了个遍了，他的祖宗8代都被我们查了个遍了，一点可疑之处都没有啊。就是有一点，庄府的下人说，庄家这小姐性情软弱，胆小怕事，可跟咱们现在住在府上的这位截然不同啊。雨之若小，何须借物相扶？只要你说，婉婉随时奉陪。莫非他不是庄婉？莫非他不是庄婉？非也，他若不是庄婉，那庄夫人又岂会不知？大人，庄姑娘说她遭逢大变，吃不好睡不香，需要好生的滋补。但是这几日的餐食都太过寡淡，她想吃海参、鲍鱼，还有燕窝羹。有意思，她还真是恃宠而骄啊！玉芝，她这架势倒是像极了被你辜负的旧情人一般。叫初七看好他便是。大人，初七如今叫惊蛰了。有趣，有趣！他竟然连你玄昭阁阿威的名字也敢换啊！若非是蠢的透顶，那便就是真的有所倚仗。你说他真不是？雨之啊，你就不怕得罪了心爱之人，他日记起来难以收场？你带他来书房。雨之，你换我着急，我都未曾装扮，我穿成这样，你不嫌弃吧？聒噪！
坐下。狗男人，放贼呢你！啊，玉芝，换做从前，你肯定不会与我这般生分，但我不怪你，谁让你不记得？你知道我失忆了。庄府被抄家那日，你对我态度冷淡。事后，我想起你半个月前受过伤，昏迷时我曾偷偷去看过你。现在想来，定是你伤到了头，才将我们的过往都忘了。本官府内清贫，没有鲍鱼海参，只有银耳羹。一志，只要是你给的，胜过任何山珍海味。对了，我如今在你府上，不知母亲……庄夫人身体不适，已被我送去寺庙静养。啊？那秋檀呢？他可随身照料？庄府所有下人全部发脉流放，无一例外。发脉？秋檀自幼跟随我，如同亲妹。若是他落入歹人手中，玉芝，我求你帮我找回他。好。玉芝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你当真死过一次？若不是走投无路，谁愿去求死啊？我是你的人，我宁愿干干净净的死，也不想沦落教坊司，任人折辱。可据我所知，从前的庄小姐性格怯懦，胆小怕事。你既已死过一次，竟真的能脱胎换骨。正因死过一次，才明白谨小慎微换不来生气。我从前是规格千金，恪守规矩，但经历过一番生死后，我不想墨守成规，我想为自己而活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真亦假，实假亦真，姐这演技，奥斯卡都欠姐一个小金人，还忽悠不全你。难道真是我疑心太重？裴幸居与庄文果真有私情？世子，小的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，庄小姐和裴幸居安嘴胡言！世子，小的所言句句属实啊！庄小姐亲口承认，说3年前裴大人英雄救美。够了！3年前救她的分明是裴幸居那个伪君子，也配！世子，您风光霁月，怎是那裴幸居那寒门庶子可相比的？他不过是使了手段，蒙蔽了圣上，方才流了些脸面罢了。把刘志宏杀死吧！婉儿，你送我的第一件礼物我还留着，你怎能忘？婉儿，世子一定会救你于水火。小姐，该起身了。唉，着什么急嘛？让我再多睡几分钟。秋檀，真的是你啊！他竟真把你找回来了。小姐，真的是奴婢，裴大人把我赎回来了。大人对你可真是上心。他竟然一夜之间办妥此事，他这是在试探，还是在警告我万事皆在他的掌控之下呢？回来就好，
快帮我梳妆，我要谢谢雨之。啊，小姐别急，裴大人送来好些衣服首饰让您挑选，说是要带您去赴宴。赴什么宴啊？说是信国公府的梁世子设宴。梁世子梁景宪，我记得书中说他母亲难产去世，被信国公疏远，只是因为是嫡子才被封为世子，养成了他偏执的性子，所以才会因为嫉妒和男主作对，却终究是个不自量力的炮灰。看来这是鸿门宴，我可借此博得裴行居信任。两厢绮罗，为何却选了件淡雅的？罪臣之女，不宜张扬，我不想给雨之你惹来非议。你素来行事张扬，今日倒懂得收敛了。在外自然要维护你的脸面啊，关起门来，你再纵丑就好。咦，大人到了。难得裴大人赏脸，毕府当真是蓬荜生辉。世子能亲自出来相迎，裴某受宠若惊。婉儿，我好想你。本世子听闻裴大人与庄小姐有一段佳话，还以为是误会，今日一见，当真是郎才女貌。哎呀，世子啊，你看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。本世子也是实话实说。来人，领庄姑娘去画舫休息，务必好生服侍。原来是男女分开设宴，多谢。婉儿，你果然忘了我吗？裴府女眷庄婉到。庄婉，这教坊司的门都没踏进去，倒先学会倚门卖笑了。哼，人家手段高明，这狐媚手段学了10成10，又攀上了裴大人这根高枝，自然要出来显摆一下。穿得这般素净，装给谁看？莫不是以为穿成这样就能掩盖他继子的低贱身份？裴行居，原来是场鸿门宴啊，难怪好心邀请我来赴宴。久闻庄妹妹大名，快来这边坐。江姐姐客气了。一个落了贱籍的人，也配与我们同席？啊，我本是不想来的，可谁让雨之一刻也离不开我呢？我本想见识一下名门风范，可没想到竟是一些断章取义的长舌妇。你敢侮辱本小姐啊！我可没指名道姓，是你自己对号入座的。你好了，以和为贵。今日我表兄设宴，还请诸位啊给我几分薄面。莫要没兴致了，都入座吧。江姐姐，她一个罪臣之女，你攀她做什么？这来者是客，他还是我表兄请来的贵客，我身为主家，自当维护。你若是再对他无礼，我可要请你出去了。贵客也就一泼妇，看她穿的这般素净，品味又这么差，哪里称得上贵客呀？怕不是裴大人转眼间厌弃了你啊？哎呦，我也奇怪呢，可偏偏雨之爱极了我这模样。庄姑娘还真是直爽，这女儿家的心事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？真是羞死人了！啊，哪些话是雨之爱极了我这句话吗？这男欢女爱，人之常情，有何奇怪的？难道蒋姐姐从未被人真心爱慕过？放肆！你不过就是个寄人篱下的继子，毫无廉耻之心，你就不怕败坏了裴大人的名声？我也劝过雨之不要太宠我，
可是让他爱我入骨，名声又算得了什么？昨日雨之啊，还特意陪我去锦绣阁，一掷千金，买了整整2大箱衣服首饰，就为了哄我高兴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庄府才被抄家，你就如此招摇奢靡，毫无廉耻之心？没办法，都是雨之娇惯的。你爹尸骨未寒，你就……你疯了！你不配提我父亲！贱人，我跟你拼了！你干什么？有人来人！快来人！快来人！庄姑娘，这是我家小姐的新衣，你先换上。啊，多谢你家小姐。梁世子擅闯女子厢房，这就是国公府的待客之道。婉儿，你当真不记得我？抱歉，本世子听闻您落水，一时心急，是本世子失了分寸。我这是……梁世子，你的香囊。没想到你不认得这香囊，你当真不认得我了？那香囊有点眼熟。梁世子，庄家抄家，女眷没入教坊司，无为保清白，曾自缢，或许是死过一次，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。婉儿，有那刻骨铭心的心意，你怎么能说忘就忘了呢？是不是裴信居去逼你的？梁世子，请自重。你与我依山不整共处一室，这般行径与登徒子何异？莫不是想故意毁我名节，逼死我？婉儿，你明知我不……梁世子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请你离开，莫要毁了我的名声。婉儿，你信我，我们之间的一切一定让你相信。那香囊好像有点眼熟。怎么用？雨之，是你啊！刚才谁来过？婢女啊，来给我送衣服。穿好，回去。雨之，我手软无力，你帮我系带可好？自己收拾，若是迟了，便自己走回去。总算模糊过关了。梁锦县的香囊，裴行居的试胆，看来这潭水比我想象的更深呢。我这炮灰女配要想翻盘，还真是有点难度啊。小姐，听说你在南山别院与贵女打架，还落水了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你家小姐我打架就没输过。哎，秋达，我与信国公府梁世子可有往来？小姐，您真的不记得了？记得什么？莫非有何不对？12年前呢，庄小姐上山祭祀，碰到了被野狗追赶的梁世子，于是便出手救下了他。从此呢，梁世子感恩在心，于是梁世子便时常去庄府探望。两人虽交情不多，但两人也算是青梅竹马。说重点。据我所知，庄小姐她不是梁世子的人，只是梁世子一厢情愿而已。
我现在倒是愿意相信你跟庄家那小姐关系匪浅了。这梁锦宪表面玩世不恭，实则心系深沉。他的眼线遍布整个上京，他若真是在乎庄婉，定会有所行动。那就加强陪府守卫，莫要让不相干的人坏了事情。真不愧是你，防情敌都能防得这么清新脱俗啊！所以，我和梁世子从未有过逾越之举。小姐慎言啊，您是贵女，怎会与外男私相授受？但是您跟裴大人是例外。我记得书中梁锦宪似乎是单恋一主，现在怎么？我从前可有提过他？您倒是说过，梁世子如笼中困兽，纨绔表象下藏着利爪。啊，还叹您与他同病相怜。不对劲，这样看来，书里一些情节有很大的 bug。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为何牵扯到我？还是我利用裴行居失忆之时攀扯上他，改变了书中情节？看来想要活命，我得更加谨慎。古人诚不欺我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不能再单纯的把他们当做纸片人。裴行居、梁锦宪，你们究竟谁在演戏？或者说，都在演？雨之，忙了许久，肯定饿了吧？快，尝尝我亲手做的糕点。雨之，门口试问，自去领罚。是。雨之啊，我可是你心尖尖上的人，你也早就许了我可随意进出书房的特权，怎能因此惩罚他人呢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这可是我的心意，不要辜负了我的情谊，快尝尝。哎呀，你尝尝看嘛，我亲自动手做的。你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千金小姐，也会给我做这些？瞧不起谁呢？我可是美食博主。我在府里无所事事，找春江鞋的。哎呀，你快尝尝，我里面还加了蜂蜜，你不是最爱吃甜的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喜好？我们从前亲密无间，我怎会不知？是你吗？雨之，你雨之，你知晓的太多了，必须死！我操，玩脱了呀！不愧是风尘男主，一言不合就杀人。糕点我尝过了，剩下的改日再尝。我怎会被他调动情绪？难不成我们真的有私情？小姐，您不是去见裴大人了吗？怎么额头上全是汗啊？秋丹，你去把上次的新衣服全拿去当掉。小姐，那些都是裴大人送的，怎么突然要当掉？衣服太多，放着浪费，不如换点银子实在。若是大人问起，那既然是送给我的，就是我的东西，我有权做主。小姐说的有理，那奴婢去收拾，明日一早就去。真是。
简直就是个疯子！我还是趁着他没动杀心之前，赶紧跑路，逃脱小丽要紧。否则，一旦他们附近，孩子会死得很惨。不是，我就是出来散散心啊！你们这样如临大敌，我还怎么玩得尽兴啊？庄小姐，今天是浴佛节，裴大人特意叮嘱属下照看好你，因为今天人多眼杂，请庄小姐见谅。狗男人，只是对我信任，如果你还配同人监守，他惯会做一些表面功夫。若他真的关心我，怎么不亲自过来陪着我啊？裴大人护送太后去广济寺礼佛了，晚上才能回来，请庄小姐见谅。这广济寺在哪？东面山上。我们去东城门嘛。我想雨之了，我要给他一个惊喜，让他进门第一时间就能看到我，他一定很高兴。这你不愿意？哎，这才对啊！你们这些单身狗怎么能明白我们情侣间的小情趣呢？哎呀，我肚子好痛，我要去了毛子。小姐，我陪你去吧。我一个小姑娘去如厕，你个大老爷们还能跟着不成？等着，记得帮我盯着，若是错过雨之，我唯你10吻。哎。啊，跟个牛皮膏药似的，总算甩掉他们了。这光明正大的出去，肯定会被逮住。这化妆术可是未来4大邪术之一，堪称换头术。且保管，化妆后连亲妈都认不出。嘿嘿，先去买点工具。我钱呢？我会忘在茶汤了吧？去。参见大人。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庄婉呢？庄姑娘为了第一时间看到你。我问你，她人呢？她拉肚子，在如厕。我让你们好好跟着，就是这么办事的。属下该死，不好，有刺客！小儿，不要命了你！庄婉，庄婉，还好不是替男主挡箭这么狗血的剧情，不然我得尴尬死。既然庄千火什么都不如，劣势为优势。雨之，还好你没事，还好我挡在了你面前。你若是，我可怎么活呀？邪之严谨，连自己都佩服自己。朱大爷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前可是杀了 N 部影视剧的人，神经极了，还不是手段凶吗？原来是海东玩具啊！大人，庄姑娘在你遇到危险时毫不犹豫地选择救你，真是爱你入骨啊！你，雨之，你我之间无需多言。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果然有点恶心，我以前是怎么看待这类影视剧的？管他多冒险，快要去！你如果乖乖的，我自然会护你周全。我感觉你不是要护我周全，而是想要掐死我。这次逃跑失败，看来只能再找一下。什么？他居然敢为你挡箭！雨之啊，她一个姑娘肯为你拼尽性命，必定是爱极了你。你还怀疑人家？你可不能因为失忆而负了人家姑娘。再看看。
大人，之前的刺客抓住了。大人，审问如何了？这是个硬骨头，所有刑罚都用了，还是不肯招。那就试试新研究的把戏。大人，一旦用了剐刑，不死呀，也得脱层皮啊。无妨，本官早已知道幕后指使者是谁，他招供与否都不重要。这段宏远也就这点登不得台面的把戏了。这血债呢，自然是要血偿的。你们当年如何诬陷我兄长，逼他认罪？本官拿刀来。今日便自然是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别喝了。怎么，我走不了，还不能喝我酒吗？来，凭什么？凭什么别人一穿越就是金手指开的，又有系统又有空间的？凭什么我一来就被抄家？我每天担惊受怕困在这里，每天都要装舔狗保命。小姐疯了。这可怎么办啊？哇，你哭什么？我才敢哭吧！爸妈，我好想你们啊！都怪你，裴行去，我恨你！你恨我什么？好重的血腥气，还割伤了人。雨之，我怎么梦里都是你啊？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，说好了3书6礼娶我为妻，你怎么能装时日忘了我呢？你叫我如何不恨你？我恨你，恨你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大郎也会认错的吗？于之，你好帅啊！难怪他被誉为小说界最变态的男主之一，身上的血气隔着老远都能闻到，不知道杀了多少人，太可怕了！我必须逃走，否则一旦他恢复记忆，知道我欺骗了他，那下一个死的人肯定是我的。小姐，我熬了些醒酒汤，你趁热喝。秋达，明早帮我买一张京城地图。你昨夜没睡好呀？哎呀，还有能让你睡不好的事儿？莫非是因为庄府的那位？我现在倒是对庄府的那位越发的感兴趣。朝堂诡谲难不倒你，没想到他居然能让你夜不能寐。我说雨之啊，人家庄府的姑娘舍尽性命为你挡箭，可见待你赤诚。你既已与人家定情，那你便待她好些，以免被那梁世子抢了去。你可是会抱憾终身的。你一个光棍20载，你懂什么情爱？你不识好人心呀！你哼！待他好一些。来人，
雨之，这么晚了，你站在我床边做什么？装晚，骗我这么久，去死吧！雨之，放手！不要放手！不要放手！不要！放开我！林兄长，放开我！我操，这么多人！还是个梦啊，吓死我！小姐，裴大人派人送东西来了。这样啊。哇，真的呀！哎，宇宙为何要送我这么多银子？姑娘喜欢新奇之物，我家大人说了，凡是姑娘喜欢之物，便都可以买入府里。这些不过是大人今日给您的花销。若是没了，可以随意去账房支取，不限数额。裴行居疯了不成？突然对我这么好，有道是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该不会他想诬陷我盗取府中财物，借此杀我？小姐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秋檀，你家小姐我真是太感动了。宇智对我这么好，我一定要回报给他。你一会儿去帮我买点东西，你家小姐我要大展身手。好。裴行居，我就无限尝过我做的美食了，你还舍得杀我？这梁家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贺州私设税赋。只可惜，这梁家势力强大，单凭这些证据，还无法扳倒他们。私设税赋不是小事，他们不认，户部也要背锅。户部尚书是梁公的人，不如就先拿他开刀。妙啊！户部大清洗，岂不是可以都换上我们的人当？还能让梁公疼一疼。不错，你将这些证据交给御史台的高大人，他为人清正，这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庄姑娘也来看裴大人，亲手做了些点心，想让宇智尝尝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小两口了。宇智，我用红豆沙混了牛乳，做了红豆布丁，你尝尝。宇智，我为了做这甜品，手都累酸了，你看看，都红了。味道如何？尚可。口是心非的女人，眼神都亮了，还挺喜欢。是吗？那就是失败品，丢了算了。宇智，怎么了？尚能入口。还挺傲娇呢，就知道你喜欢。宇智，只要你喜欢吃，我以后每天都做给你吃。你若无旁的事，宇智，你为什么要送我那么多银子啊？给你就是给你了，不要就……哎呀，白给的银子，不要是傻子。嘿嘿。你既入我的府邸，自然有我照拂。你若有要求，自可说与管家，我会尽量。为何这般看我？宇智，你是哪里不舒服，还是吃错药了？我很好，我只是忘记了。可我不是傻子，你对我的真心我都看得到。
裴行去，你不是在演戏吧？这转变也太突然了，我怎么接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雨之，你终于回应我了，我终于不是剃头条子一头热了。嘿嘿。以后这些事情交给下人做就可以了，不要累着自己。为心爱之人洗手做羹汤，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，不累的。随你吧。姐就知道没有撬开心房，就看你脸皮厚不厚。玉芝，大事不妙啊！高景被罢职了。怎么回事？高景严查户部，导致监台庙一事被耽搁，太后被气病了。皇上为平息太后的怒火，便罢了高景官职。我即刻进宫面圣，看好庄姑娘，莫要让她离开府邸。是。裴贤居这么久不回，我又没法出去，眼看半年将到，他又恢复禁言，我不是死路一条。小姐，小姐，裴大人回府了，不过他病得厉害。病了？快带我去！小姐，哎，庄姑娘，大人病重，您还是别进去了。啊，雨之病了，要不要紧啊？请太医看过没有？大人感染风寒，高热不退，太医正在里面医治。我还当是瘟疫呢，原来只是发烧感冒。雨之生病，我是他心爱之人，怎能不贴近照顾呢？哎，庄姑娘，大人怕把寒气传给您。什么传不传的？我要与他同甘共苦，让开！庄姑娘对大人还真是情深意重啊。走开！雨之，你怎能这般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？瞧这脸色，白得跟宣纸似的，比那冬日的雪还要渗人几分。早知如此，我就该日日守在你跟前，也不至于。我的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，连气都喘不匀了。太医，雨之的病要紧吗？啊，呸！瞧我这乌鸦嘴，雨之福泽深厚，定然是无碍的。哎，姑娘宽心，大人不过是风寒入体，只是耽搁太久，邪热淤结。老夫开个方子，调理几日，便可无碍。谢谢太医，我一定照办。还有，裴大人高热难退，需以温水浸帕子，频繁擦身才行。只是这贴身照料之人，最近心思浮躁。明白了，多谢太医。哪里，这是我的职责所在，还请姑娘好生照看裴大人。告辞了。中毒，你还是不是人？他都病成这样，你还犯花痴？我就是个劳碌的命啊，穿越到古代成为官家嫡女，还要做保姆。算了，为了活命，姐忍了。不会晕过去了吧？雨之，
趁着婚事，赶紧给他人，免得尴尬。雨之，我是来帮雨之退热的。你不怕死吗？怕。裴行居这疯批，不会又想杀我？但比起死，我更怕雨之烧坏了身子。我只是忘记了，你无需。雨之，你知不知道无关紧要，爱你是我的事情。如果我找不回记忆，那我们就重新开始。记忆或可消失，但爱不会。我相信你一定会重新爱上我的。老天，我这土味甜话说的真是越来越溜了。啊！哎呀，没事吧？这小姐，这颜值，真是个女人都受不了。我去熬药。该死，他竟对我有情如此之深。雨之，病人就应该有病人的样子，不许办公，好好静养。快，将药趁热喝了。差点忘了裴行居怕死，堂堂全魔国男主居然怕死，没10年脑血栓都写不出这脑残剧情。雨之，你竟这般糟蹋自己的身体，你若有个好歹，倒不如让我的命先取了去，省得我日日对着这碗药伤心了。横竖你都不喝，那药它有何用？我现在就摔了它，然后找根白绫绞了脖子赔你。奖励你的。庄姑娘，你好生厉害，大人竟听你的话主动服药。啊？难道他以往生病都不吃药？大人宁愿硬熬，也不愿吃药。那上次雨之被刺客袭击是怎么度过的？那日大人中了毒，本是见血封喉的毒，但大人因为你将剧毒逼至手臂，剜去毒肉。刮骨疗伤啊！哇塞，牛逼呀！不愧是全魔问男主，对别人狠，对自己更狠。原来是余毒未清啊！庄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雨之这么厉害，一定很快就会痊愈了。裴行居因为怕苦不肯喝药，导致毒性残留体内，引发短暂性失忆。如今他遵医不喝药，岂不是说可能用不了半年时间就能恢复记忆？看来我得加快他换电话。你在府里养病这些时日啊，朝堂上可是精彩万分呢。怎么了？还能有什么？不过就是那些个不要命的蠢蛋，在朝堂上攻讦你，说你什么力劝皇上恢复高检官职，不过就是做做样子而已。私下却又跟姓杨的混到了一块儿，运筹转圜，拿生病做幌子，倒像是他们的做派。更可气的是，他们这么一闹，你名声受损，高检的官职也并未恢复，私设赋税的案子也搁置了下来，偏的皇帝还一声不吭。纪修，是也。纪修，是也。过几日就是太后的诞辰，这鲁国使者也要来访，
皇上已是劳心劳力我们做臣子的，理应为皇上分忧才是。庄小姐，这是做的什么好吃的呀？刚做的核桃糕，沈大人可要尝尝？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我官署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雨之啊，有什么事就说。雨之啊，你可真了解我。我那个，我想出门一趟。可以啊。啊？我都说了，你想去就去，不必拘着。不过为了你的安全着想，需要侍卫跟随。雨之，我要去的地方离侍卫不方便。那就让惊蛰随护。哦，知道了。黑心之女，这些时日以为你放出了剑仙，魏小小你还是不行，那就看看谁斗不过谁。哼！小姐可是要缝制新衣？小店新上了江南的云锦，可有成衣？此服装靠近东城，可能寻思必看见场。自然是有的。小姐，请随我上楼上看看。哎，请。真是冤家路窄呀！苏老板，我竟不知你们这儿何时成了下九流铺子，连这样的醉奴也成了上等宾客了。苏老板，这位可是凭着狐妹子功夫，从教坊司爬到了裴府呢。臭死了，一股子狐骚味儿。苏老板，还不快把他给我打发出去！两位小姐，小的……蒋山，你我之间的恩怨与他人无关。你若有本事打压了我，我也高看你一眼。别仗着自己的身份随意欺辱他人。春婉，你敢说叫本小姐？哎呀！阿莎，阿莎，小姐，阿莎，阿莎，你额头流血了！春婉，你敢害我部下？春婉，我饶不了你！贱婢，你敢动我？你自讨苦吃，活该！我钟婉如今是贱贱，但我的命比你们这些金玉其外的贵女要硬得多，逼急了我不介意玉石俱焚。谁敢动我妹妹？兄长，兄长，兄长，这贱人害我破了相，你快帮我打杀了她！小娘子胆子挺大，竟然敢动承恩侯府的小姐。今天我就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来人，把这贱货给我拖下去。是。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动小爷的人！蒋大人，奴婢奉裴大人之命保护庄姑娘，得罪了。好个贱婢，竟然拿裴府来压小爷！真以为我会怕裴姓居不成？他只不过是个只会谄媚、迷惑圣上的狗。哥，你没你事吧？敢打我？蒋大人，这叫先礼后兵。你欺辱我男人，你若再敢得意，我不介意为民除害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回头让我爹弄死你们！哥，我以为你兄长多大能耐，原来是爷一样蜡枪头，这就夹着尾巴跑了呀！本小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你，店铺等着关门吧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这铺子可是祖传的，一大家子靠着铺子的营生，这要是真关门了，可怎么办呢？苏老板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你的铺子关门的。
这铺子呢，我盘下来了，你呢就带我经营。这个呢就当定金，如何？是，庄老板。庄小姐，您怎么才回来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承恩侯今日登门拜访，说是得罪了你，现在在里面候着，特来赔礼道歉的。什么？雨之，雨之，有人欺负人家，你可要为人家做主啊！我可是听说某人大发威风，狠狠惩治了蒋氏兄妹。那是他们欺负我在先，我还不能反击啊！明明是他们没本事。有我在，你可以更肆意一些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我听说你想盘下芙蓉布庄，自己当老板。对啊，雨之，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堂堂正正的站在你身边。只是如今我是贱籍，若是有了这些布庄傍身，便可为自己增加一些筹码。好，等庄府的事情一淡，我就恢复你的良机。真的？太好了！看来他相信我了。啊，雨之，我去给你准备今日的山珍海味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是你挑起的祸。雨之，你不是想起了些事？我只是遵从本心罢了。没想到我无心之举倒挑起他的欲火，莫非他真对我动了情？先动先着，必输了。讨厌，人家去做甜品去了啦。难道我真对他有情？否则又怎会被他调动情绪？听说蒋随主动辞去京兆尹一职，你说会是谁出的手呢？雨之，什么？我看你最近总是心神不宁，莫非是因为庄姑娘吧？休要乱说。那你来说，究竟是何人所做呀？自然是梁锦信。唉，没意思。我还寻思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。我说你没事少看些话本子。那你说这梁锦宪，他究竟是为了庄姑娘，还是冲着京兆尹的位置？这梁锦宪是个聪明人。可若他借助职位之便去接近庄姑娘呢？玉芝，往日你这桌上都会有一道点心，可今日这点心呢？来人！大人有何事？怎么是你？庄小姐在院子里办宴会，说是什么 party， 吕侍卫也去了。party， 我去看看。今天呢是我的生日，大家吃好喝好，不必拘束。来裴府的日子都可以有你们的照顾了。来，这杯我敬你们。祝小姐生辰快乐！哎呀，小姐，今天是你生辰，
怎么不请大人一同前来？宇之公务繁忙，我不想打扰他们。在我们那儿过生日是要吹蜡烛许愿的。我想回家。哎，算了，快吃，老好吃了，都是我亲手做的，快吃。好生热闹啊！我也去讨一块吃吃。人家没请我们，去什么？自讨没趣。回去。小姐，天色不早了，是不是该回去了？你们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那好，走了。好了。古代生活好难。我想手机、平板，如果我能回去，我一定点10个8个男模，好好享受生活。你要享受什么？这杀时抓个正着，说是不能糊弄你，基本算是凶多吉少了。一只啊，自然是享受你的宠溺啊。装完。一只，你的心跳跳得好快啊，我好生欢喜。装完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 Of course， 我心悦于你。一只，今天是我的生辰，你给我礼物。是什么？干什么？裴行居，你是不是一直都没信过我？我若是不信，早就该把你锁在哪里？哼哼，死鬼！一只，来，我亲手做的蛋糕，老甜了。是很甜。我怎么感觉我再不逃走，就永远走不了了？好个裴行居，把秋檀留在府，换2个自己的人来督手，幸好本宫好聪明。哇，你没长眼睛啊！啊，我的钱袋子没了，快去！站住！站住！千方百计甩不掉，这下都跑光了。庄小姐，好久不见啊！梁世子，这是上好的西湖龙井，庄小姐尝尝。梁世子，你故意支开我的秘密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婉儿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把我强行禁锢在怀中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不伤害？这被强迫的是我，你哭什么？婉儿，你我分明才是最亲近之人，为什么要把我拒之千里之外？你到底是真的有事有情，还是故意演戏接线？怎么越来越看不懂？算了，先混过去再说吧。哎呀，梁世子，话可不能乱说，这要是外人知道传开，与之问起来，我可是百口莫辩了。婉儿，与我定下3生盟约的是你，翻脸不认人的也是你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我才不信！婉儿，你不信？
我知道你在骗裴行去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婉儿，你可信我可以帮你。大人，你不能进去。大人，真的不能进啊！大人。梁世子，我走了。啊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婉儿刚才不小心摔倒了，还好被我及时扶住，否则怕是会摔伤了。裴大人莫要误会。是吗？这男女授受不亲，梁世子逾越绝望。婉儿如今是本宫的人，如果你再敢无礼，本官不介意砍了你的爪子。裴大人多虑了，本世子也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，才失了分寸。梁世子身为京兆尹，不待在京兆府，却在此处喝茶，岂不是渎职？裴大人似乎管得有些宽了吧？什么粗茶？如芝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梁世子，多谢你的款待。婉儿，你是我的，我绝对不会把你拱手让人。这氛围太奇怪了，好像我给你戴绿帽子似的。梁世子不过是问了我一些旧事，你别在这给我板着一张脸。是吗？是啊，他就问我记不记得以前的事情，我就如实回答他嘛。很多事情记忆受损，都不记得。他碰了你哪里？这里，还是这里？裴行居，你竟然怀疑我，那我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用？我倒不如以死证清吧。你疯了！雨之，你受伤了。上次我假意自杀，他还推波助澜，怎么如今，莫非他真对我有意了？雨之，你明知我心悦于你，还说出羞辱我的话，这不分明逼我去死吗？对不起，我是怕别的男人沾染你，所以失了冷静。我心中唯你一人。愚蠢！身为我玄兆阁的人，竟然会被这种调虎离山的小计所迷惑。属下知错，任凭主子处置。我玄兆阁的规矩，你们是知道的。雨之，他们也是经验不足。这说起来，惊蛰还是你的人，怎么也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？雨之，这飞镖上的图案跟当年刺杀您的剑一模一样，不怪惊蛰会根据查看。本官被刺杀的事情人尽皆知，他梁锦县伪造一个花纹也不是难事。你们可还记得本官的命令？寸步不离的跟着庄姑娘。属下知错，请大人责罚。自行下去领30鞭。是，谢主子大恩。雨之，庄小姐与梁世子待了那么久，你难道就真的不怀疑？他若早想说，早在南山别院就可以说，何必要等到今天？确实有道理，可庄小姐她始终是你的软肋。季修，我自有分寸。好吧，是我咸吃萝卜淡操心了。不过我担心的是，庄小姐秉性纯良，万一她受奸人蒙骗，坏了你多年以来的大计。怎么？
你想让我送走庄婉？这样对你和他都好。待事情结束，一切尘埃落定，你再去娶她回来。继兄，你倒是越说越离谱了。你也知道，事成之后，我是要离开了。余生，你的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着，不是吗？这裴府上下这么多下人，哪个照顾不得？可只有庄小姐的陪伴能让你开心，还是你觉得你活着等不到娶她回来？你难道真的忍心把她放手，看她拥入别的男人怀抱中吗？你。宇智，你失态了。我已身陷泥潭，何必要拉他下来？太后、梁家，哪个是好相与的？等一切结束，我会替庄大人洗刷冤屈，还他身份，让他跟亲人团聚。我会送他丰厚的嫁妆。口是心非的男人。段宏远最近如何了？段宏远最近在查高警，甚至还派人盯着范正阳。范正阳是御史台新任的监察御史，又是高静的徒弟，他们一定会查清。你派人好生看着他，保护他的安全即可。都查出来了，这好戏才刚开始。我知道了。小姐，你今日去见了梁公子，裴大人发现的话，会不会？怕什么？这不是宇智送我的定情信物吗？这匣子里面是什么呀？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哇，小姐，这是血玉啊！啊，你还懂玉？奴婢老家就是产玉的，从小耳濡目染，自然是懂得一二。小姐，你看啊，这里是不是好像凤凰浴火涅槃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是有点像。那岂不是会很值钱？怕值万两呢。裴大人对您可真上心。有了这块宝玉，心也是疯狂了，我的小鲜肉。可惜啊，可惜，若是镜花水月，一旦裴行君恢复记忆，我还没跑路的话，怕是死得更惨。鲁国使团后日入京，传闻乌靖公主带着嫁妆，大有联姻之意。圣上似乎是想让你娶。好一个联姻！备马，本官要进宫。又把我禁闭在府里，没有立下的禁州手段，我连大门都进不去，我该怎么好过？丑啊！小姐，小姐，金哲跟立夏他们回来了。什么？哎呀，我可想死你们了！你们总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这被谁打的？是雨之？难道是茶楼的事？奴婢失职，理应受罚。秋丹，快检查他们的伤势。啊！雨之竟然把你们打成这样，真是太没良心了。秋丹，快请大夫来。啊，庄小姐放心，大人已经法外开恩，这不过是最轻的鞭刑，我们上过特制药，很快就可以恢复了。莫非裴行君发现了我的目的，故意做给我看的？仅靠我若是跑路了，身边的人都会受罚。看来我要从长计议，在合适的时机和他分手，让他主动放我离开。庄小姐，这是夏阳侯府的江小姐送来的拜帖，邀请您去观赏赏花宴。小姐，您上次就是穿得太朴素才被欺负，秋檀这次给你打扮华丽些。不可，这次赏花宴明面宴请王公贵族，但实则是给夏阳侯府的女眷们相看夫婿，不宜太招摇。正好，裴行君怀疑我招蜂引蝶，那我就借题发挥，倒是顺理成章的分手。这我和雨之的关系谁人不知？哪会有公子不识趣的凑上来？
这我打扮的漂亮些，也是给裴府争面子嘛。自然是怎么夺人眼球怎么来了。是，这花开的真不错，好漂亮。庄妹妹，多日不见，近来可好？江姐姐客气了，上次的事情多亏江姐姐帮忙，这是我最近亲手做的一些茶果子，还望江姐姐不要嫌弃。没想到庄妹妹竟有如此手艺。一些破点心也好意思拿出手？哟，原来你们也在这儿。蒋小姐，额头上的伤可好了？庄婉，你别得意，还真以为自己能当上裴府女主人，飞上枝头不成？你不过是秋后蚂蚱，得意不了几日了。蒋小姐，这是我举办的宴会，你们二位若无诚意参加，还请离开。江姐姐，她一个贱籍女，哪值得你这样维护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裴大人难道会放着身份尊贵的乌静公主不娶，娶她一个贱籍女？陛下还未抉择，莫要胡言。才没有胡说！鲁国使团携公主入京，就是为了联姻。裴大人这几日都陪着乌静公主，星辰谁人不知？你刚刚说的可是真的？看来裴大人也没有把你放在心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告诉你，难怪你还能有心思过来赏花。我现在竟有几分同情你了。陛下虽未降下明旨，但乌静公主入主裴府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庄婉若是聪明人的话，就赶紧滚远点，省得呀露了脸面。想不到你们背后勾搭别的女人。对了，这正是个分手的好机会，我得利用起来。庄妹妹，莫要多想。我自然不会多想，雨之她肯定不会负了我。江姐姐，我突然有点不舒服，还望见谅。庄妹妹，保重。你们也真是的，好端端的说这些做什么？江姐姐，我知道你想结交裴府，但庄婉她一个罪臣之女，裴大人是不可能为了她放弃联姻的。我有一个好主意，不如这样，你趁着乌静公主还在京城，你多去巴结巴结她。二位若是想结交乌静公主，还待在我夏阳侯府做什么？送客。两位小姐，请吧。不少的。哎，停着，停着！哎，我要吃这家炒栗子和炒花生。裴大人，这个簪子如何？裴大人，你怎么不……乌静公主小心。裴行居，你……公主还请自重，裴某不懂首饰，公主若是喜欢，却买下来便是了。本宫不是大赵人，没有你们的金钱，不知裴大人可否……还请公主谅解，裴某清廉，囊中羞涩。我带了，殿下，我带了银子。那裴大人帮本公主带上吧。裴大人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好不对逼人，以裴行居的心机权谋，理应会利用这小公主，这是分手的最好契机。我该高兴，为何
心口如此难受。庄小姐，事关两国邦交，还请您体谅。我知道了，我会退让。惊蛰秋谈，我们回去吧。裴大人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裴大人，本公主听说京城的戏耍是顶顶的好，你要不要陪本公主去看看呀？公主，裴某还有公事在身，告辞。裴行君，裴行君，乌静公主，下官有时间，可陪您。不看了。啊！哎呦！我的天哪！我招人惹谁了？为啥受伤的总是我呢？裴行君陪着乌静，我干嘛要难受？难道不，封闭大佬惹不起，一旦他恢复记忆，会死得很惨的。爱情诚可贵，生命价更高。为了小命，我还是趁机跑路吧。小姐，不要伤心了，吃点东西吧。你不是最喜欢吃辣的吗？这是厨娘新做的毛豆，可够味儿了。唉，我现在哪还吃得下去？你先搁那吧。小姐，大人对你这么关心，定然不会移情别恋的，肯定是有什么误会的。误会？能有什么误会？我不过就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罪奴，哪有什么资格跟他计较？小姐，好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好了，果然够了。水，婉婉，你误会了，我和乌静公主毫无瓜葛。你怎么哭了？我和他真的……啊！原来他以为我看到他和乌静公主在一起伤心了。裴行君，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劝我，不顺你意思，将计就计。裴行君，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都看到你为他买发簪，还亲手给他戴上去。婉婉，鲁国他有意结盟，这圣命难违。裴行君，你当真以为我这么好骗吗？你是帝师，有权驳回圣意，你若不愿，陛下还能逼迫你不成？我无言以对了吧？我就知道你在骗我。你若真想娶乌静公主，何必遮掩？是，乌静公主身份高贵，美丽灵动，你想娶她，我能理解。你不要再给我解释这么多了，是我强求。你曾说过不会娶我，我又何必处在这里碍你们眼？你放心，我并非不识好歹之人，我定会成全你和乌静公主。我还说什么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裴行君，我不想再看到你，别走！你走！你婉婉，你小哥哥体式呢，手法是真好。我要你走！要你走！婉婉，小姐，大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，您怎么了？真的不要我了！小姐，大人对您这般宠溺，定然是有什么误会的。什么误会嘛？秋檀，
你也看到了，玉芝他负我，他若无情，我必休。哎，小姐，bingo，姐这演技可真好，看来可以名正言顺的离开了。不过，裴行君方才的态度，难道他是真心想安抚我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对我心动呢？奇怪，我这么在意他的想法做什么？有这机会，我得赶紧尽快离开。可是，怎么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？我怎么了？真好吃啊！尝尝，真好吃啊！大人，见过大人。他们吃的是什么？为何府里人人都有？回大人，这是庄小姐新做的茶杯蛋糕，可好吃了，现在正在院子里分发呢。您要不要尝一下？他宁可送给府里的下人，也不肯给我，我何必自讨没趣？雨之，你在搞什么名堂？几日不见你踪影，乌静公主在会馆使性子呢。你若不去，她便一直闹下去。我不去，没空。你到底是没空呢，还是怕家人吃醋？哎，皇上呢，让你去哄乌静公主，你若不去，便是抗旨，到时候影响两国邦交，皇上的计划岂不是功亏一篑？你又知道了？很容易就猜到了呀，就是夺嫡之争。这鲁国的二王子和乌静公主本就是亲兄妹，母妃呢深受鲁国国主的宠爱，只可惜啊，母族势微，无法助力，所以这二王子也带着乌静公主来到了我们大赵，目的呢有两个，一个是联姻，另外一个就是助他夺嫡。皇上自然是会支持二王子的，因为这样就可以使鲁国陷入内乱，他们就无力侵犯我大赵。而你最是忠君，且心思缜密，也是联姻最好的人选，所以你和乌静公主的婚事板上钉钉了。这忠心之人又不止裴某一个，可他想嫁的只有你啊，也唯有你可以不动声色的将细作安插进鲁国。此事我自有决断。我看你是对庄姑娘又动了心吧？如此抗拒，唉，只怕是计空矣，爱却不会。你要实在闲着没事，就滚回刑部去。我这不是听说庄姑娘新做的茶杯蛋糕滋味香甜，过来讨一杯吃吗？滚出去！庄小姐，请留步。脚上的丫鬟。庄小姐，我们家小姐与乌静公主正在楼上饮茶赏景，刚好在楼上看到您。乌静公主想请您楼上一叙。乌静，真是冤家路窄。对不起啊，我还要找宋老板谈事情，麻烦你跟公主讲一声，改日再见吧。啊，庄小姐，乌静公主身份尊贵，更是我们大赵的贵宾。您若是拒绝了她，被圣上知道，恐怕……我现在戴罪之时，万一圣上新账旧账一起查，把我赶了怎么办？好，我去。请。一会儿先进行审，若有不对，以你的实力肯定能跑。到时候你赶紧去找裴仙君求救啊！走走。小姐，公主，庄小姐来了。庄小姐，见到公主为何不行？民女庄婉见过乌金公主。莫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？应该是贱奴庄婉。
你就是庄婉，听说你住在裴大人的府上？正是。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你一大姑娘家，不害臊吗？公主，你有所不知，她本就是贱姬，学的就是勾引人的本事，岂会害臊？别看她柔柔弱弱的，内心可深沉，勾引起男人来更是有一套。裴大人就是被她给迷惑。江山，你少在这里胡言乱语。蒋姐姐说的是实话，春婉，你哪点比得上公主？若不是靠你那点狐妹子手段，裴大人怎么会看得上你呢？够了！你们左一句右一句，吵得本公主头疼啊！闭嘴！昨晚，本公主要跟你公平竞争，敢不敢跟本公主比试？公主，您出身皇家，民女养在深闺，这所见所闻所学皆不同，如何比试？这还不简单？你们把你们擅长的和不擅长的都写在纸条上，抓阄决定不就行了？这主意倒是不错。庄婉，敢不敢答应？比就比，拿纸笔来。施家贵，当我没看过宫斗剧啊，居然用这种拙劣的手段。公主是射箭，某些人现在认输，至少还能留点体面。草原儿女5岁便能开弓射箭，你现在求饶，公主，本宫我知道你想为这个箭奴考虑，可是这事情都已经开始了，得有头有尾才行，你说是不是？江山，既然你揪住我不放，那就休怪我拿你当靶子了。公主剑术超群，这若是单单的比试，岂不是很无趣？不如我们让人把她顶在头上，蒙眼射此物。周婉，你竟敢拿人命！这箭足裹了棉布，10步之内连只雀儿都伤不了。这蒋姐姐方才制铅时胆气十足，怎么现在倒是畏首畏尾了？周婉，你有意思，继续说。很简单，持剑者蒙眼，10步之外射出，只要碰落灵禽便算赢家。这蒋姐姐若顶住此物稳稳不动，才不负承恩侯将门之名啊！周婉，我凭什么替你冒险？就凭你袖中藏着的纸签。什么纸钱？你胡说什么？小沙，本公主最不屑作弊，你竟然敢犯本公主的忌讳！顶灵禽，要么作弊受罚，自己选。江姐姐，如果她失手，我胆小，我怕我不行。本公主的耐心是有限的，要么死，要么顶灵禽。我顶！哇，公主好剑术！轮到你了。惊蛰，我这姿势可对？姑娘站好，两腿略打开，臂与肩持平，右手抓紧箭矢，瞄准方向，利落放箭，力道方能又快又狠啊！江山，我剑术不行，你可要拿稳了。若是我准头对偏了，你可不要怪我。周婉，想想你庄子里的娘亲，流放路上的兄长，那条路上可是瘴气密布，一不留神可是会死人的。多谢提醒啊，他们一定会没事的。惊蛰，蒙眼。承恩侯到，裴大人到。爹。爹，周婉她羞辱我，你可要替女儿做主啊！
裴大人，今日之事，我承恩侯府的脸面，怕是要见血才能洗净。承恩侯，事情是本小姐做的，与裴大人无关。再说了，你便是断案，也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吧？巧言令色，那本侯就送庄小姐去诏狱清醒清醒。慢着，承恩侯这么着急想走，倒是让本官觉得你有什么事情在隐瞒着。裴幸居，他不是在跟我怄气吗？怎么还护着我？好，那你们说，今日之事是怎么发生的？今日蒋小姐邀请本公主吃茶，正好巧遇庄小姐。本公主呢一时兴起，便邀请庄小姐比试了一番。无尽公主既是寻常比试，那小女又怎会受辱？可是本公主怎么记得是蒋小姐自愿手举灵旗，本公主等人可无人逼迫于她呀。便是如此，何故蒙眼射箭？岂非故意遮辱小女？本侯绝不轻饶。蒋侯爷，你虽然是长辈，但你也要讲点道理吧。我本有事情要做，施灵爱非要邀我上来喝茶，也是她让我和乌晋公主比试的。这射箭也是她亲自抽中的，我不过是遵循规则比赛，何错之有？你们，如果你若不信的话，大可询问在场所有人，他们皆可为我作证。瑶儿，你说。是，庄姐姐说的对。好，今日本侯认栽，但庄婉是没入教坊司的罪奴，何故出现在裴大人的府上？裴大人，我该解释一二吗？笑话，裴某是帝师，在皇帝面前都不需要解释，还是说承恩侯觉得自己的权力比皇帝还要大？裴大人，你当真要为了一个女人与本侯撕破脸？你根基不在此处，纵有圣眷，也该掂量掂量。承恩侯这话就严重了，裴某不过是想提醒一下承恩侯，这蒋小姐受惊了，现下最重要的是送她回去休息才是。好，很好，裴大人的好意，本侯心领了，但此事绝不算完。咱们宫里见。我们走。承恩侯留步。怎么，裴大人反悔了？裴某记得前几日在贺州知府上有一份要紧的账册寄到了承恩侯府，不知这账册如今可还安好吗？你此言何意？没什么意思，裴某不过是想提醒一下承恩侯，庄小姐她虽然姓庄，但如今已入裴府，承恩侯这手还是不要插得太长。走。他竟然为我不惜开罪承恩侯。还不走？啊？哦，等一下，裴幸居，裴幸居，你躲了本公主几日？到底何时才能继续陪本公主逛这京城啊？殿下既知裴某无意，就不应该自讨没趣。裴某还有公务要忙，殿下若是想有人陪，这京中多的是世家子愿意。告辞。殿下，您还要去逛街吗？逛什么逛？回会馆。饿了？啊，午膳还没有。惊蛰，去饭馆。哎，玉芝啊，我听说那个醉香楼的三鲜鸭做的极好，不吃就不吃嘛。
去醉香楼。这哪里是吃饭，这分明是断头饭前最后。雨之，我错了。错了？错在哪儿呢？我不该当众与蒋山动手，将事情闹大。蠢女人，机智是绝，为何要跳？雨之，难道你要让我任由他们作践？武景公主也在场，我若退让，丢的可是裴府的脸。究竟是命重要，还是脸面重要？我若是迟了一步，你现在已经在诏狱受刑了。你的脸面比我的命更重要。奇怪，我怎么会因这种事感到委屈啊？裴行君本就是个疯批男子，他从一开始就不必在意我的命。难道是我不好，没能保护好你。该死！我这突如其来的负罪感是怎么回事？莫非我真的心动了？于之，若我骗了你，你会如何？你不会想知道的，除非你真的骗了我。怎么会呢？我待你真心，天地可见。食不言。大人，不好了！承恩侯携蒋小姐入宫叩阙，使您纵凶行恶，圣上宣您入宫。好得很，看来是裴某太仁慈了，让他们忘了裴某的手段。小姐，亥时3刻了。他因我而被陛下召见，若见不到他，怎可安心入睡？玉，雨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陛下叫我前去，只是询问我事情经过，并未处罚我。没事就好。有事的是承恩侯，得罚俸3年，蒋山禁足。我还同陛下说。说什么？说我的女人，别人说教不得。我亲手做的栗子糕。我想第一时间让你品尝的。脏了。甜的。哇，姑爷当真是把小姐捧在心尖上宠啊！如果你知道真相，还会这般待我？果公爷，仁义带到。果公爷，救我！我怀疑那裴幸君已知晓贺州之事。证据呢？他提了账本，不过证据应该不全，否则他早就到御前去参我。废物，连个小辈都压不住。此人爬得太快，不愧是皇帝养的一条好狗。不如再派死士。上次折了多少精锐？以为裴家是菜市场？不动庄婉，裴幸君为了他驳我脸面，必是软肋。庄家女儿裴幸君不是冲冠一怒为红颜之人，却如此重视庄婉，莫非庄婉手中
有我们陷害他父亲的证据，用裴姓居的庇护作为交换，以求自保。那我们就抓了他，既能撬开他的嘴，又能利用他引裴姓居现身，一箭双雕。来人，看紧裴府，庄晚出来，即刻报我。父亲，婉儿是我的，我绝不允许你伤害她。裴行居对我越好，我就越慌张。等他恢复记忆，我不就死定了？我得赶紧逃。秋桃，拿纸笔来。啊。把这封信亲手交给苏老板。小姐要出远门？啊，裴府近日事多，我想去散散心。您不跟着大人，若是大人问起，说是3日后我未归，把这个交给裴大人，就说去无咒狼谷，今生不相关。小姐，去后门走，避着点进场。小姐，快去！小姐，小姐。如计划顺利，我就能跟着商队离开。有我的书信，相信裴行居定会善待。雨之，雨之，这是我新研制的紫薯。怎么了？被昨日的事情吓着了？哪有啊？有你在，自然会护我周全。雨之，你快尝尝。那个，雨之，你能不能把秋檀的卖身契给我？可以，她本就是你的侍女，你有权利决定。真的？雨之，谢谢你。原本以为他是个不同人情的乱世疯批，没成想倒是一个万能内热的好人。若非我利用他失忆冒充他所爱，还真想与他就这样在一起。雨之啊，那个假如，我是说假如啊，就是有人骗了你，但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你会如何？那自然是要看骗我什么。骗财、骗情。你骗我？骗我什么？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是我帮一个朋友询问的。哎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你向来足智多谋，我便想着来问问你。你什么朋友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做生意认识的朋友，你当然不知道。若骗我财，我必还之；可若骗情，我必杀之。果然不改本性，为了活命，还是按计划逃吧。玉芝，这个紫薯糕你赶紧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国公爷，我的人近日查到庄晚正在联系商队，貌似要去江南一带做生意，而此地正是商队必经之处。
此处水流湍急，肥患众多。哈哈，哎，失足落水，真是可惜呀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你这一宿没睡，去哪儿干坏事去了？还不是都怪你，我哪有你心黑啊？你倒是好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，独留我一人在那里舍身陪着乌镜公主。对了，玉芝，昨日去茶楼，你向陈恩侯直接摊牌，你不怕暴露身份？鄂州已然出事，我们迟早和他们对上，倒不如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近日他们动作频繁，怕是想借着太后寿宴之事压下此事。若是被他们得逞，我们岂不是全白忙活了？他们若是以孝道为盾，我就把这盾融了，变成一把锋刃的刀。你想在太后寿宴上做文章？玉芝，你疯了！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。哎，这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苏老板竟然联系到商队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离开了。小姐，小姐，裴大人说5日后便是太后寿宴，他须得提前入宫，就不能陪你了。真是天助我！哎呀，真的是太遗憾了。我本想着约雨芝去看花灯呢。小姐，您跟裴大人日后多的是机会。秋檀，这是你的卖身契，拿好了。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不要秋檀了。傻丫头，你别多想，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想让你帮我经营好布庄。小姐放心，奴婢一定帮您经营好布庄。秋檀，对不起，今日之后，你我怕是暂难相见。金哲立夏，你们就在门口等着，我要跟客户谈生意，闲杂人等，莫要闯入啊。是。庄姑娘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林贵，我的老朋友，可以信任，你可以叫他林大哥。林大哥好。庄姑娘，听说你要跟着我们商队去江南考察丝绸啊？是啊。麻烦林大哥。哎，庄姑娘客气了，苏老板与我是老熟人，我自然会照顾你。只不过这一路艰难，商队又都是些粗老爷们儿，你一个小姑娘家受得了吗？林大哥，您放心吧。好，爽快，你想何时出发？这林大哥可有安排？今日戌时开船，姑娘敢走吗？这么快？姑娘要是不急，也可等半月后。半月？按照书中剧情，裴行军应该还没记起来。好，林大哥，那我等下次。走水了！走水了！这明月楼是什么地方？庄小姐，你连这都不知道？明月楼是庆国公为庆贺太后寿宴，专门花巨资修建的水上灯楼。今天很多人在那儿放河灯，怎么会走水了呢？哎呀，这下肯定会乱作一片的。小姐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明月楼走水了！明月楼走水了！
吕侍卫，这慌慌张张的，怎么了？庄小姐，刚才宫中来报，大人出事了。什么？宫中摩天殿走水，太后派人抢救佛像，结果大人夺去，结果横梁砸下时，大人护住了佛像。那宇智没事吧？太医怎么说？大人无性命之忧，只是要休养几日。休养几日啊？这不就是我潜逃了他的机会吗？可是我这个时候跑路，会不会太没良心了？不对，裴行居那是谁？那可是男主，有主角光环呢，怎么会死呢？替他想想不行，还是保住自己小命要紧。吕侍卫，我乃贱籍，无法入宫，你快去照顾宇智，我等你消息啊。立夏，你也一起去。奴婢去干什么？你想啊，宇智在宫中，那是何等尔虞我诈的地方。你精通药理，又擅长制毒，对毒药很熟悉，有你照顾宇智的起居饮食，我才放心啊。可是大人吩咐我要寸步不离。有惊蛰在呢，你怕什么嘛？他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庄小姐说的有道理。立夏，你和我一起去吧。是。哎呀，秋檀还在布庄呢，明月楼走水，外面乱成一片，怕是有人会趁机行凶。惊蛰，秋檀和我形同姐妹，你会些拳脚，帮我把她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小姐，惊蛰，有你去我才放心，好吗？好吗？好，小姐，我这就去把秋檀给你带回来。快！唉，太好了，总算走了。我得赶紧去收拾行李。老天保佑我顺顺利利出城吧。庄姑娘，你这是？林老板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今晚就走。庄姑娘，不是半月后才……我临时有点事情，需要提前出发。好啊，那姑娘……不好了，林大哥，官府封城了！封城？怎会封城啊？据说是宫里走水，遭了贼，禁军统领正在查呢。怎么会这么巧？看来是走不掉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林大哥，我得回去了。庄姑娘，我想出城动手，可惜城门封闭，只能提前动手了。乖乖跟我走，会少吃点苦头。林大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放心，不会杀你。我的命令是活捉你。谁？是谁要抓我？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妈的，臭婊子竟敢跑！不要动我错了，别怕，是我。梁世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城中出了大事，我身为金兆尹，自然责无旁贷。没曾想正好遇到你，婉儿，为何如此狼狈？啊，梁世子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没事。这么晚，你怎么会？无妨，我只是跟丫鬟走散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，不然宇智该担心了。这也太巧了，莫非他暗中监视裴义举动？不管如何，还是想接触他。世子，为什么伤了婉儿？你该死！怎么还未回来？这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可就大事不妙了。我的个娘嘞！庄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宇智找你呢。宇智醒了？这，庄姑娘咋还背了个包袱？她难道是在离家出走？哎呀，这宇智肯定又跟她吵架了。幸好没伤到要害，裴大人，你这伤近期需要定期换药，不能沾水，切忌荤腥，需要静养。宇智，你没事吧？我担心死了。
雨之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你去哪儿了？啊，我刚回房间换衣服啊。之前呢？雨之，我听说你在宫里受伤，我心如刀割，焦虑不安，但又无法进宫，我就只能去明月楼放河灯，给你祈福。你不知道明月楼着火了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这不赶紧回来了吗？是吗？可为何沈姨说你是从西边回来的？这明月楼可在东边。这个沈姨到底跟裴行居说了什么？这戏我该怎么接呢？人家迷路了嘛，这外面天又黑，人又多，这人家难免看不清路嘛。我能回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还凶人家。去乌州郎顾，今生不相关。求他咋这么快就把这匣子给裴行居了？你听我狡辩，你听我解释。好吧，那你都要与乌靖公主成亲了，我还纠缠你做什么？难不成与你做妾啊？这么说，你今日出府是要跑？是我不知好歹，我不过就是一个叫方思的罪奴，做妾都高攀了。今晚的裴行居似乎有些太过分了，莫名让人觉得恐怖。莫非是会负气呀？不应该，还未到书中所写的时间呢。装完你怕什么？咱就是搭个白月光，越雕琢越不会让人怀疑。许之，我可以没名没分的跟着你，你不要娶乌靖公主，好不好？是谁说我要娶乌靖公主的？外面都在，难道是假的？小骗子！啊，雨之，你出血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来，你啊！雨之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我都私定终生了，自然是做一些夫妻该干的事。可你还受着伤，小声。莫非他在试探我？雨之，我是你的。我们还未成亲，是裴某失态了。雨之，我可以。我累了。好吧。戏最大的一个就是有招接招，跟紧斗你还差远了。今天这一关暂时不能过去了。国公爷，近日摩天殿和明月楼双双失火，这外面谣言四起，百姓都说是太后无德，才降下天火以示惩罚。范正阳竟借机弹劾，扯出贺州私设赋税一事，这，好一个连环计！先毁太后寿宴，再有天火煽民怨，最后当年旧案诛心。父亲息怒。啊！把他暗地解决可好？蠢货！满朝文武想要他死的人不计其数。他若是这么容易被人算计，坟头的草早就几丈高了。是，孩儿考虑不周。
父亲认为是谁在背后策划这一切？难道是宫里那位？我们的皇帝没有那么大的气魄，甚至有些愚孝，不会用太后的名声做文章。父亲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摘除梁家，摆脱陛下的嫌疑，保全户部。准备马车，我入宫。玉芝呀，你是不知道，今日的朝堂好生热闹。太后弃病，范正阳大骂信国公，皇上当场拂袖而去，罢朝3日。这与鲁国的联姻呢，也自然就搁置了下来。你这人不在朝堂，却掌控朝堂，一箭3雕，还得是你啊！这梁家逍遥这么久，也该灭了。又输了。玉芝啊，你不能让我吗？你自己什么水平？你心里没点数？重来。哦呵，庄姑娘来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母亲的信。母亲说，父亲出事前在天宇阁留下遗物，兴许对你有用。去庄府。庄夫人送信于我，莫非是担心裴行君恢复经验后对我不利？究竟是何物，竟让庄夫人笃定裴行君拿到后就会放过我呢？小心。谢谢。我只是刚才想了些事情。官府抵脉，我买下这府邸，你要是不舍，1年之后，等你恢复良疾，可随时住进来。老天，能不能改剧情啊？等我和裴行君真的有私情，这么好的男人，别说古代了，就是在现代，大着灯我也找不到。玉芝啊，谢谢你。你可是我心尖上的人，何须演戏？玉芝，有你真好。是吗？我怎么记得某些人要跑呢？我怎么会呢？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离开你。记好你说的话。这语气怎么听着这么吓人？难道他察觉到了？不会吧，我小命为矣！把密信交出来！玉芝，你没事吧？无妨，是伤口裂开了。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大可以离我。我怎会弃你不顾？玉芝，那他们……婉婉，你听我说，背后之人沉不住气了。你先回府，我要进宫。再敢阻拦本公主的路，就如同此状。公主，我说过很多次，玉芝不在府内。哼，本公主不信，你就是故意阻拦。公主，裴府不欢迎不知分寸的客人。裴行君，本公主……公主，请回吧。裴行
不解风情的木头。梁家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在鄂州只手遮天，结党营私，私设赋税，中饱私囊。你昨日面见陛下，陛下怎么说？这帝王之策，岂容他人酣睡？陛下要梁家灭，那你岂不是可以？庄姑娘好啊。算了，我还是走吧，就不做这厌烦之徒了。裴行居怎么笑成这样？雨之啊，是有什么开心事吗？有趣的事啊，你想听听吗？也不是非要听。雨之啊，你快尝尝这个马蹄糕吧，这也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。你此话何意？雨之，我们分手吧。我们分手吧。钟婉，说要私定终生的是你，现下分手的还是你，你好狠的心！如果与大赵联姻，无尽心愿于你，必会得到陛下赐婚。难道你还能抗旨不成？我会请旨，娶你为平妻。庄氏女绝不为妾。平妻亦是妻，是吗？说得好听，其实也是妾。我如今是贱籍，不可能嫁给你为妻。裴行居，婉婉，你说过，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。婉婉，别逼我对你做不情愿的事情，我想你也不会愿意的。裴行居，你到底是真爱上我，还是早就看穿一切，故意如此？我真是看不懂你。我是真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如今我在你府上，只会遭人非议，坏你名声。我问你，若是梁家的血换你庄家的清白，你可愿意？回答我！惹怒这冯平，他不会真杀我吧？唉，伸头是一刀，缩头是一刀，是生是死给句准话呀！这避而不见是什么意思？唉，裴行居，弄得我心绪都乱了。庄小姐，夏阳侯府江小姐来信，邀你明日去茶楼一聚。夏阳侯府，他们怎么知道是什么事情吗？来人未说，只要您务必准时去赴约。哦，看来事情非同小可。转告江小姐，我会赴约的。江姐姐，
江姐，梁世子，怎么是你啊？江姐姐呢？皇上最近在严查户部，江小姐之父是户部侍郎，恐怕脱不了干系。我阻止你们见面，是帮你。梁姐姐，你究竟要干什么？自然是救你。行，今着立下，我们走。婉儿，今日你只能跟我走。梁世子，你就不怕我们家大人杀了你们，裴幸居自然就不会知晓。西厂西主，拿下他们！你就放开！婉儿，不要害怕，我是在救你。我只信宇之。宇之，你之前眼里分明只有我的，为何如今？裴行居如今自身难保，他如何护你？你什么意思？裴幸居如今在查贺州的案子，这一路上多的是想要杀他的人，他怕是回不来了。不可能！他就算回来，等待他的也只是牢狱之灾。你们做了什么？自然是足以治他死罪的铁证。婉儿，裴幸居必死无疑，你何苦跟他？不跟他？难道我跟你这个卑鄙小人？婉儿，你为什么宁可待在裴幸居身边，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，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跟你？你能让我做世子妃吗？你不过就是想让我做你见不得人的外室。婉儿，我心悦于你，我虽然不可以娶你为妻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可以爱护你，然后让我心甘情愿的做你的外室。婉儿，你是罪臣之女，裴幸居也不可能娶你为妻的，是吗？宇之尊我、护我，比你好千百倍。纵使他不娶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婉儿，我绝不会把你交给裴幸居的。梁景仙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你爱的人，始终只有你自己。你，梁世子，爪子伸得太长，小心废掉。梁世子，爪子伸太长，当心被啃掉。宇之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裴幸居，你明明和段宏远一起摔下悬崖，你怎么会没死？梁世子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有这功夫，赶紧回去劝劝信国公，向陛下自首吧，以图陛下宽宥。裴幸居，你少泼脏水！我梁家世代忠君，你少污蔑我！宇之，你好厉害啊！脚不痛吧？见过大人。大人，西竹西昌已被奴婢打晕绑起，听凭大人发落。把他带去大理寺，别引起旁人注意。是。走走。宇之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信国公要害你？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。是啊，一切都是为了引蛇出洞。你是意外，只可惜我不知道梁锦宪把主意打到你身上，我来晚了，让你受惊。有你在，真好。宇之，接下来你要做什么？进宫，面见圣上。段宏远和裴幸居打斗，同归于尽。好，碍事的人终于死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把罪名都推到他身上，只要坐实他勾结户部侍郎，贪污税款，意图谋逆，诬告我梁家的罪名，一切问题都好解决。不愧是信国公，
出手就是不一样，一下子解决了绊脚石。国公爷，大事不好了，世子被抓起来了。什么？小的听说世子当街杀人，圣上大怒，把世子押到刑部，听候发落。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的蠢东西，竟是遭了算计！我立刻入宫。国公爷，裴幸居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死了吗？不愧是父子，竟然都能问出如此愚蠢的问题。裴某若是能被一群废物所杀，裴某早就尸骨无存了。难怪夏儿遭人算计，居然是你，裴幸居！你们父子二人的罪状，裴某早已禀告陛下。裴某今日是奉旨前来抓人。沈一，信国公，承恩侯，跪下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信国公、承恩侯结党营私，私设赋税，贪没税款，戕害忠良，颠倒黑白，图谋不轨，褫夺封号，即刻打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钦此。信国公、承恩侯，请吧。裴幸居，你以为一道旨意就能治罪于我？想扳倒梁家，就凭一道旨意不够。裴某自然是知道国公爷的手段，不过今日裴某只是转达陛下的旨意。不知道午夜梦回时，你可还记得16年前被你诬陷通敌叛国镇国将军裴璋，致裴府23人死亡之事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到底是谁？因为我就是镇国将军裴璋第3子裴颖。裴衍，你是裴衍？这怎么可能？当年我们明明查过尸体。可惜这上天怜悯，让我活了下来。今日我就让裴家沉冤昭雪。难怪你盯着贺州的事不放，原来如此。可惜我当年一时疏忽，竟让你这余孽逃走。请信国公和承恩侯入诏狱。是。走。圣上这次肃清了信国公和残余势力，太后得知后愈发病重了，可真是大快人心呐！他们当年陷害家父，屠我满门时，早就该料到有今天。如今大仇得报，相信裴公在天之灵也能安息了。这庄姑娘若是知道你早已恢复记忆这事儿，你却一直……他骗我那么久，我总应该讨点利息。老天爷，不会吧！裴幸居居然恢复记忆了！死了死了要死了！我得赶紧跑，快点赶紧跑！幸亏我偷偷拿他的章做了个路引。找这个呢？啊，就是这个，是。大半夜的，婉婉这是想去哪儿啊？我晚上吃多了，我想消食。是吗？婉婉消食的方式很别致啊。玉芝，玉芝，害怕了？以前的胆子都去哪儿了？好吧，我就是要逃。你都恢复记忆了，难道留在这里送人头啊？既然知道后果，那为什么当初要欺骗我？那我有的选吗？要么早死，
没入教坊司，要么晚死，让你失忆成为你的心上人，逃出升天。是个人都知道怎么想。可是，你都知道我失忆了，想利用我的方式有很多种，为什么偏偏要用这种？我是被你美色所迷。当时看小说的时候，我就被你的眼、你的模样了。也不是不行，不过我保护你，你要怎么报答我呀？救命之恩，自然是以身相许。你想得美！那我就当你答应了。玉芝，现在庄家也平反了，你已脱了奸计，我们重新开始吧，婉婉。不如先去洞房。玉芝，不过有点可惜啊，你养不了10个面首了。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下次在小区的时候，可千万不要再说梦话了，不然我会吃醋的。我只爱你一个。